也可以发到我们的斜浪。好，我们把这朵花画在这个地方，好不好？画在这个位置，不用严格要求画在哪里，画到哪里去了就在哪里。我们还是先调这个玫瑰红，把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当水分太多了，你们可以在这个边上蘸掉一点水分，因为刚开始可能有一些家人掌控不好这个水分。掌控不好水分的时候，你水分太大了，你可能就画的时候就淹了。然后你要把这个水分适中的时候才去画。先把这个玫瑰红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然后再调这个曙红，调曙红。我们在画这个反瓣的时候，就这2种颜色就可以了，好不好？就这2种颜色就可以了。好，我们先画。好，这个是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我们可以多画长一点这一个花瓣。哎，我们跟刚刚示范的比刚刚示范的它要更加长一些，没有那么宽。那这个反瓣的话一样，它是有很多层次的。这个是一层，我们可以在这里再加一层。那我们再画一层的时候，这一层的话我们可以画的特别小，不要画那么大，让它的层次。好，这里一层。好，我们这个花瓣一层一层的，每一层我们要有变化，要有大小的变化，今天画的包菜，它有一点包起来，但是不是完全的这个包菜，不是完全的包菜。好，我们补充一些颜色，笔上没有颜色就补充一点颜色。好，我们继续两边的这个花瓣。可能不是每一个花瓣都是那么规矩，长得那么规矩哦。它有一些大的，有一些小的，有一些它的姿态比较独特，有些宽一点的，各种像有一些特别小的，也要画出一些特别小的这种花瓣进去。我们去组合它的话，就是要多一点变化，尽量让它变化多一点。好，这个反瓣我们也是要多一点层次。这里来一层，从这里又穿插一层进来，让这个花瓣感觉到层次特别丰富。好，这里这些花瓣它都是差不多大，我们来一个姿态不一样一点的，来一个大一点的、长一点的，让它往里包一点点的这种感觉的花瓣。好，我们中间这一块会画特别深，这个反瓣的颜色它是比较相对于这朵花来说，它是比较浅一点的。这里还来一个浅一点的这种花瓣。这现在我们画的都是这个反瓣啊，基本上都是反瓣。我们画这个，这朵花刚刚说的是一个长柜型的，它稍微也有一点包起来，但是它不像包菜一样的包的那么紧，它是有点开放了的，有一点开了的，不是说完全包的那一种。啊，这里再来一些这种反瓣伸出来。
还有一些反瓣它就反过来了，或者是反过来了，也有。它长的这种姿势，它会有一些它会长得比较独特，不是说按照这种正常的，一定说每一个都是包的好好的。我们越是有这种姿态有变化的，它越好看。我们就是要画就是要找这种姿态多一点的去画，就会更加有变化一些。如果说你都是全部一层层的包，一层层的包，没有什么变化的话，画着就没有什么意思。我们要画这种花瓣，它特别有变化，有一些花瓣它比较圆，有一些它又特别长，这样子的这种花瓣变化它才入画。这样刚才我们画的那个花瓣，大家说那个花瓣它独不独特？那个花瓣就很好看，就画就很好看，所以我就找了那朵花。所以你们画画的时候，你不要找那种特别圆的那种，画起来就不好看了。然后我们的姿态就是比较妩媚，就不要说就是规规矩矩的，把它都是圆乎乎的一层一层的。那么画的话，整朵花就是很死、很沉稳、很沉、很闷，就是没有那种灵动感。所以我们要追求这种画画，一定要追求这种心灵上的一种释放。所以说你要画的尽量把它画成灵动一点，所以你要画出灵动来，所以你要多观察这个实物。你没有观察这个实物，你是感受不到这个牡丹花它为什么会长成这样子，它是不是这样子，它长得确实是这样子吗？所以说你就要多去看这个图片，因为这个牡丹花它不是说一年四季都开的，不是说你很常见的，所以说你就要多去看图片。对照这个图片去写生是一个很直观很好的办法，所以大家自己也可以多练习，多对照这个图片去写生，多练习。好，我们这个反瓣我们先就画那么多好不好？画那么多，我们先把这个反瓣的这一部分的里面的正瓣先补上。那反瓣里面补正瓣，就是假如这两个反瓣啊，我们从里面补正瓣怎么补呢？我们就从这个缺口最里面，当然我们补正瓣的时候颜色要更加深一点啊，颜色要更加深一点，不要太多水分了，不要太多水分，颜色更深一点，我们就要加一点这个胭脂了，加一点胭脂进去，然后从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反笔这样子去补这个花瓣。那这个补了一笔之后还有缺口，那我们再补一笔，又可以把它包过来。好，我们补充一点颜色，笔尖上补充颜色。好，从里面补充。反瓣里面补正瓣。好，笔尖上再补一点颜色。我们不要一直补胭脂，补胭脂的时候我们也要补充一点点这个曙红，否则它的颜色就灰了。就是不是有一些家人他说画的整体感觉很暗很灰，那就是因为你们胭脂多了，曙红少了，所以它就颜色就灰了，你知道吧？好，这个缺口里面把它补上，也可以的。
我们最深的地方，我们可以蘸一点点这个太清蓝啊，像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画成最深的，最深的我们蘸一点太清蓝，它会更加深一点。玫瑰红、曙红、胭脂。好，我们继续补充颜色。我们先把这些需要补正半的都把它补上去，需要补正半的都把它补上去。我们每次画这个花的话，基本上都是拿着这个实物的花来写生，就是练习大家的这种写生的这种能力。你写多了，你这个花对这个花的生长特征你熟悉了，熟悉之后你就随手就可以画了。我们蘸一点点太清蓝哦，最下面的这个花瓣我们蘸一点点太清蓝。这个花瓣我们让它包过来。这些缝里面我们直接就填过来就行了。好，每个地方我们都像这里一个反瓣，我们有一点点，我们这里也要补充。补的时候我们这个花瓣可以补大一点，待会儿但是我想再加一点这个反瓣，让它有点层次，所以我们先补到这里，把这一个花瓣补了。好，补一层，然后外面再来一层。我们要补这个花瓣的时候，我们要显得让它层次丰富，尽量让它层次丰富。这个牡丹花它本身就是层次很丰富的，层次越多它越好看。把这个深的地方让它更深一点。我们再画这一块啊，这一块它也是特别深的，我们补充一点颜色，把这个牡丹红还有这个曙红都均匀的调一层在这个笔肚上，然后再调一些胭脂，调一些胭脂。最深的地方你可以用一点点太清蓝，可以用一点太清蓝。这个是花心的地方，花心出来这一块它是最深的啊，最深的。然后一样的有这个正反瓣。当然我们要一样有这个正反瓣的这个区别。当然这个花瓣它没有说把每一个花瓣都不需要让每一个正反瓣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不需要。因为我们画这个写意不需要说画的特别规特别整洁，画太整的话它感觉这个整个花就少了一点这个灵动感。好，这个笔上也现在没有水分了，我们加一点水进来，不加底色了，因为我们画这个太深色的不加底色，我们加一点水分就可以了。好，我们带一点点蓝吧，我们调一点点这个太清蓝进来，洗一下，因为笔上有这个胭脂，它会发黑，把这个胭脂弄掉。我们让这个最上面的这个花瓣带一点点这个蓝色，带一点点蓝色，让它特别一点点，把这个
太极蓝均匀的调，先调一层，在笔的2/3啊，把太极蓝调上来，均匀的调上来，让它晕上来，晕到笔上面来，晕到2/3的地方。然后调这个玫瑰红，然后在笔尖蘸这个曙红，这样子来。好，让这个颜色有点带紫色，因为这一层的这个花瓣它有点这个碎花瓣啊，碎花瓣我们就直接你看一下这朵花，它在后面的这个层次，所以它的花瓣看不太清楚，我们就直接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我们就这么去点它，就是各种点，大点小点，点它，只要去点就能看到它的一个，你一笔一笔的去点，特别是仙纸，如果这个卡纸的话，点还没有那种感觉，如果仙纸点的话，它就很有那种笔触感。这个卡纸也算很好用的了，在卡纸里面已经算很好用的，但是卡纸它始终是没有宣纸点出来的那种感觉。没办法做到的，所有的卡纸都没办法做到，因为卡纸它是经过处理的，没办法点出那个仙纸的那种纹路来。不用说每一个花瓣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好，这里来一个稍微长一点、大一点的花瓣，我们来一笔就感觉有一个反瓣了。我们在这边来一个大的花瓣，后面的花瓣，后面的大花瓣我们就要用一点这个胭脂了。用点胭脂，一层一层的哈，这个是一层，我们再来一层。这个花就是慢慢的，最后就是慢慢去调整它的这个花型。你看一层它比较宽，那么一层就比较窄，让它有这种宽窄的这种变化，有这种变化。一定要我们画画一直说的，画画就是在画变化，我们要注意这个变化。好，这个花瓣我们可以画长一点。我们基本上要画外面后面的这些花瓣，后面这些花瓣我们可以画一些大一点的花瓣。当然不能说这个花的话，它没有那么夸张，它的花瓣没有那么大，当然也是要有一些大花瓣的。来一个反瓣，先来一个反瓣，反瓣里面加上正瓣。好，各种各样的花瓣去组合。那我们又来一个这样子的，比较宽一点的。那又可以从这边反过来一笔，带一点勾，让它这个花瓣感觉长得有点老，它有点翻展过来的这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画这个花瓣的时候就要大胆一点，去画。好，我们有的时候笔上蘸一点点，笔尖蘸一点太极蓝，让它颜色更深一些。好，我
我们这里这个花瓣比较长，那我们这边再来一个花瓣，我们就要有所区别了。我们要有所区别，不要画太长，我们可以画圆一点。那这个花瓣我们可以稍微把颜色画的浅一点，它是在上面，浅一点，我们可以蘸一点这个底色，蘸一点底色，我们也不要水分太大了。哎，这个玫瑰红没有了，我们再挤一点玫瑰红出来。玫瑰红没有，挤一点玫瑰红出来。好，看一下这里这个花瓣画多大好。我们这里再来一层次吧，再来一个层次的花瓣，再画这个大花瓣。中间再来一个小花瓣，然后外围的再来一个大花瓣。这种小的这种组合，两个反瓣这样子卷起来，这种感觉，中间是正瓣，两个瓣这样子卷起来，这种感觉。好，我们再来画一个大的花瓣，沾点底色，笔尖胭脂太多了，我们沾掉一点。我们画这个上面这个花瓣，不要用太多的胭脂啊，不要太多的胭脂。调一点这个玫瑰红和曙红就可以了。把这个最上面这个大花瓣，我们把它画，曙红也没有了，要挤点曙红出来。最上面这个大花瓣颜色稍微浅一点，让它跟这些反瓣有一个呼应，有深有浅，浅的在很多地方都有出现，不能说浅的就在一个地方。好，这个花瓣就稍微大一点了啊。这个笔一定要长哦，笔锋一定要长，不然不长就画不出这种大花瓣来。还是一笔画一半，这个花瓣画一半，这个笔上就没有水分了，又要得加这个底色。画一半它就水分就干了，然后再继续调颜色。还有这个大花瓣这一边，哎，这个笔尖还不够深哦。曙红调的有点少，这样子转过来。好，我们的这个中线用一点点胭脂把它提一下，好，这里一个大花瓣，这里来了一个大花瓣之后，我们再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花瓣，我们再去补充它的花瓣。这个下面我们是要补深色的花瓣的，当然我们先把这个上面这个地方先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花瓣的。要不我直接把这个花瓣加大一点。这里加一些层次，加一些跳出来的这种花瓣，让它显得特别一点。好，我们慢慢的去调整哈，慢慢去调整整个画面。加一些碎瓣。好，我们这个最下面这个地方，我们再加一下花瓣，调深一点，颜色调深一点，每一种颜色都调深。玫瑰红、曙红、胭脂，笔尖调太轻难，笔尖调一点太轻难。这个缺口我们不用补太多，
它本身这朵花是特别圆，但是我们不用把这朵花画的那么圆，但是我们要把这里补充一点花瓣，稍微让这个花瓣伸展出来。像这个花瓣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直接再加一个层次也行。好，有一些地方我们可以回一下笔，看一下哪里没有画好的，我们可以再添一下。像这些不够深的，本身它是最下面的这一层花瓣，它的颜色是比较暗一些的，我们可以让它再暗一点，可以把它复一下笔。觉得不够暗的，我们可以复一下笔，最后进行一下调整。好，这朵花基本上大型已经出来了，我们再调整一下它的里面啊，看一下哪里需要调整的，大家一起看一下。我们一起调整一下。我们今天是对照着这一朵花画的，对照着这一朵花画的这一朵，左上角有点齐，左上这里是吗？还好，感觉得有点齐，我们可以来一点点。我们用这个太青蓝来一点吧，让它发蓝紫一点，这种感觉。好，我们这上面也扫一下这个太青蓝吧，扫一下太青蓝。扫一下这个太青蓝吧，让它这个边缘有一点发蓝的感觉。好，这些浅色的我们也扫一下。
好，我们把这个也加上几片叶子吧，把它加上几片叶子。好，我们画这个嫩叶子啊，画嫩叶，我们重新调色吧。嫩叶、嫩芽、嫩枝干，我们用这个，用什么颜色？用这个藤黄加三绿，三绿加藤黄。我们还是重新拿这个颜色，不然有一些家人会看不到，不知道什么颜色。藤黄加三绿，然后珠标。好，把这个藤黄和三绿调和，藤黄和三绿调和，什么颜色？这个是藤黄、三绿，还有这个珠标、胭脂。好，然后调一点这个珠标，然后笔尖调胭脂，来画一下这个嫩枝干。好，这个花心在这里，这里长到这里来。好，这样子长。画一下飘带，这个飘带就很好了。这个颜色不调匀，它会更好。有的时候你这个颜色没有调匀，它会出现不一样的这种效果。参差一下。然后看一下哪里画一下叶子，画到哪里呢？其实小品我们不需要画太多叶子。好，这里会出来几组叶子，这里会出来几组叶子，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画一些叶子从下面长出来的这种叶子，还这边我们可以来一条枝干，这个枝干就伸出去了吧。好，我们再来加叶子，加上把这个，为什么我每次先把这个叶柄先画出来？叶柄画出来就告诉你们这个叶子从哪里长出来，这样子教大家画才更加直观，让你们明白这个叶子是从哪里长出来。因为很多是画这个牡丹花，就是不知道这个叶子从哪里生出来的，所以我就这么去画，然后画这个老叶子是这个藤黄加花青。藤黄加花青，这里是挤的藤黄、花青、藤黄、花青，然后加墨，这里正好有这个黑色的啊，墨，加墨调和，藤黄加花青加墨调和，调成这种墨绿色。花青加藤黄，花青加藤黄哈，这里是花青加藤黄，然后要加一点墨，我们慢慢加一点墨进来。调和，调成一种墨绿色，要加一点墨，我们笔尖慢慢的加一点墨进来。为什么加墨？就是不要让它的颜色太绿了。我们画这个国画的话，画这个国画，画这个写意画的话，如果它的颜色太绿了，会显得有些艳俗。我们要画的艳而不俗，它的花很艳，但是我们要让它感觉到，让别人看的感觉到不俗。哇！好像墨加多了一点，多了一点就多一点吧，
有点太黑了一点点感觉，我们再加一点藤黄吧。如果太黑了，我们再加一点藤黄进来调和一下，不要太黑了，太黑了，等下给黑的都看不清楚了，都全部是黑的了。加了一点藤黄，它又变绿了一点。好了，我们画的时候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不要太多水分了。然后画叶子的时候，笔尖蘸一点浓墨，笔尖蘸浓墨啊，笔尖这样子蘸点浓墨去画叶子。好，这里来一片叶子伸出来，我们可以有一些叶子可以浅一点，伸出去了，水分很多，这一片水分大就水分大。好，这里我们加一些淡叶，就是水分大的淡叶子的这种，让它感觉层次丰富一些。这个小品我们画这个花画的特别规矩，所以我们把这个叶子画的特别正。有的时候我们画叶子就没有画的那么正，我们要画写意一点的。有些时候画大作品，我们就把那个叶子画的特别就是不一样。我们这里可以画一组叶子啊。这里有可以从下面长出一组叶子来，或者是我们这里画一个嫩芽，就不画叶子，我们就画一个嫩芽。画嫩芽，我们就用这个藤黄和这个胭脂来画，不要3绿了，只用藤黄和胭脂画这个嫩芽会更加嫩一些，更加好看。藤黄加这个胭脂啊。好，藤黄加这个胭脂来画这个嫩芽。嫩芽你们看到过没有？牡丹的嫩芽你们看到过没有？这个嫩芽长出来，在后面的这个层次，这样子我们又画出来一个层次感，让这个画面又多了一个层次感。所以我们的画面最好要有层次感。好，这是一个嫩芽，嫩芽后面还有这种节，一节一节的。好，这样子一个嫩芽，画一个嫩芽之后，这个嫩芽我们还可以画一个更长一点的伸出来也可以，看一下有没有需要啊。
不需要了，我感觉不需要就不画了。画一个老枝干，一点点老枝干就可以了，比按干一点，不要太多水了，因为这个用这个卡纸它特别容易很多水分。2条，然后这个两嫩枝干和老枝干连接的地方，我们再画一点这个芽。这里来一个嫩芽。这个来个短一点的，让它一长一短，有一个对比。把这个叶子改一下，太晕了，改成这个嫩叶子的这个颜色。好，我们画一下花心，待会儿等它，现在勾一下叶筋也可以，勾一下叶筋也可以。我们用这个墨，用这个龙墨来勾这个深叶，深色的叶子。好，这里后面也可以加，不加也行啊，就这样子啊，不要太多了，太多了。小品画的话，叶子越少越好，太多了会显得更加繁琐。我们画一下花心，花心也是很多家人画不好的一个重点要讲的重点哈，花心是重点，你们再仔细看一下画花心，花心是重点。我们先用这个3绿画上这个雌蕊。花心不会点蝌蚪，是的，点小蝌蚪。1组、2组、3组、
4组、5组，我们这样子先把它定好啊，定好。像这个花的话，下面挨着这个花瓣下面2组，然后一边1组，然后中间1组就可以了。我们这个花心就这么定。好，就像点小蝌蚪一样的这个笔呀，要调饱满一点啊，填饱满一点。这个是太白，藤黄和太白1:2调和。你调好放在一个小瓶子里，就不用每一次都去调。然后你这个笔上这个要饱满一点，看到没有？要饱满一点，不要太干了。太干了，你这个笔是洗了的，洗了它本身这个笔洗了之后，它有一点点水。然后你点的时候，你不要直点，你就这样子带一点勾，看到没有？慢动作，慢动作，你再看一遍，这样子稍微的勾一下，瞪一下，像一个小逗号似的，像一个小逗号。然后我们画这一组，那上面这一组就往下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慢动作啊。那勾，往下勾，往下勾，往下勾，带一点点勾，看到没有？像小蝌蚪一样的，每一颗看得清楚吗？我们可以让密的很密，然后偶尔跳出一两个，偶尔跳出来的这个才是特别的。那偶尔跳出来，可以跳远一点哈，可以远一点的地方还有。那这下面的就往上，上面的往下勾一点，下面这一组就往上勾一点啊，往上，往上。好，下面这一组就往里勾，往上勾，这样子勾，这样子勾。哎，这里有一片叶子挡住，就是要有这种感觉，有一些地方被挡住。然后这一组我们可以不用勾，可以稍微带一点点勾也可以，直的就行了。这一组是中间的，中间的很整，我们画很多很整的，很整的，偶尔也是要跳出几个来，跳出来，跳出来。很整，整的让它很整，跳出来。然后我们这5组，其实是5组，但是我们要把它有一点连起来的这种感觉，似连非连的感觉，不要完全把它分开。好，这些偶尔再跳出来一点，把它再夸张一点。好了，可以了，我们再扫一点点这个花丝，扫一点点花丝。好了，这个花心好看吗？花心好看吗？